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建立对师父信心的3种方法。有徒弟问：请问师父，我们怎样亲近师父，保持对师父的信心？第一种方法，单纯靠的是一种没理由的非常强烈的对师父的信心。这样的情况一般确实需要这个弟子多生多世与我有特殊的师徒缘分，或者说有契约一样的誓愿力。在这种先天的誓愿力的作用下，一个弟子对师父的信心是非常容易建立的。不过，这样的弟子一般比较少。第二种方法，你需要发愿，发与师父建立非常强的师徒关系的这种愿，比如生生世世依靠师父等等。当然，这个就不单单是要把师父当作佛菩萨化身的问题了，而是你的成就必然就要依靠师父了。前提必然是我的修行也必须足够好，要有成就，也确实具备作为一个善知识的前提条件。真正善知识的前提条件本来有10几项，但其中有3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第一，师父一定要慈悲；第二，师父要戒律增上；第三，师父要有正悟与博学。有这些的话，这个善知识是非常好。当然，最低水平，第一项慈悲必须有，这个是做师父的基础。第3种方法，你可以把你与师父的关系观想为一种亲密的本尊和化身的关系。学密宗的都这样认为，你可以观想师父就是佛，你就是佛的一个化身。那化身和佛没有差别，是1而2、2而1的，你必须这样观想。事实上，密宗的诀窍就是慢慢的、逐渐的会归到自己和佛不二的状态。很多人可能说，我是我，佛是佛。其实用这个本尊法就把自己与佛结合为一了，而且更容易得到师父正量的影响或传导。这种方法倾向于密宗的一些概念，密宗也是强调从信心门深入的，作用是非常好。这可以帮你建立起比较强烈的师徒的缘分。这3种方法都不错。至于中间个别徒弟对师父有些信心退失，甚至退的比较多，这也非常正常。就像密宗有些人，甚至用一生时间了解师父。我以前给你们讲过一个故事，西藏有一个人叫巴楚仁波切，成就者。一个老太太死以前，跟他儿子说，我用30年认识这位喇嘛，以前觉得他是个普通的修行人，慢慢逐渐发现他是很有成就的。现在我肯定了他像佛一样。我走以后，你一定要把我祖传的律松石交给巴楚仁波切，求他超度我。他妈妈死了以后，儿子找到巴楚仁波切，发现这位仁波切正在和几个小孩玩游戏，他就给仁波切磕头，说：伟大的上师啊，我妈妈已经去世了，这个律松石供养给您，祈求您能超度我妈妈。巴楚仁波切听了说：好吧，好吧。结果他接过律松石就随手向空中一扔。老太太的儿子很诧异，就问仁波切：律松石怎么就随手扔掉了？巴楚仁波切说：我把它供养了诸佛菩萨了。上师这么做，他也没办法，但他回去以后越想越不对劲，觉得这位喇嘛既不诵经也不做法会，怎么能超度妈妈呢？觉得妈妈肯定糊涂了，就决定去要回律松石，
拿到其他寺院里找其他喇嘛念经超度自己的妈妈。于是他又回去找到巴楚仁波切，去讨要绿松石。巴楚仁波切听后说：“好。”一伸手就把绿松石抓回来交给了他。但是晚上睡觉时，妈妈托梦给他，把他臭骂了一通。我好不容易往生佛土了，你又把我弄回来了，气死我了！你这个不孝之子！儿子一听就很着急，赶快又去找巴楚仁波切，可是找不到了。我在努力争取做一个好师傅。我知道我是一个汉传法师，不是法王或仁波切，但是我对实践佛法有信心。因为佛陀的教法不单单是只给那些伟大的上师说的，佛陀教法的重点是救度我们每一个平凡如我这样的普通人的。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师傅教导你开悟，做你的根本上师，但我也是教授心性法门给你的一位师傅，因为我为你们教授了很多心要的开示。由此故，虽然我不伟大，你最好观想我是伟大的师傅。你观想我是佛，那么可能有佛的力量加持给你。你观想我为一个菩萨，那么可能有菩萨的力量加持给你。本质上可能不是我有没有的问题，而是你们自己的成就必须依靠这样的信心。所以，这样的观想对我没有增减，对你却有好处。再好的善根，从发心到成就阿罗汉，最快也得7生啊。为什么要7生？最少也得7生的时间把生生世世的祸业苦解决，才能做阿罗汉。如果大成的话，需要3大阿僧祇劫的历程。在这个长久的成就过程中，找一位有缘的师傅，帮助自己解脱轮回，甚至成就佛果，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